陆良之妻，姜氏雪莹，玉秀名门，德才兼备，温婉贤良，特封尔为三品书人。放开我！将与儿盘剥乡里，鱼肉百姓，难担世子妃之位，着即杖责20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钦此。这是给你的休书，从此你与郡王府再无瓜葛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！我房间，姐姐这身衣服我穿着可真合适。你穿了我的诰命服，被人传出去可是大不敬之罪，还不快脱下来？你的，我们同嫁郡王府，我是世子正妻，你嫁了低贱的庶子，到最后你丈夫封侯拜相，你获得诰命，我却被休弃了，凭什么？你仗着世子妃的身份，恃强凌弱，如今这般，怎能怪到我头上？姐姐可曾记得，父亲曾找道长给你我2人批算命格，说过，你我姐妹2人命中相克，一人得势则一人受损，气运此消彼长，盛衰无常。那不过是无稽之谈。我身为嫡女，却被你和你小娘百般刁难。如今你将自己的恶果赖在我头上，真是颠倒黑白，可笑至极。可他那些话一语成谶了。我嫁给世子，本该享尽荣华一生的，是你抢走了我的气运，把我的气运还给我，把我的气运还给我！你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我要换妻，江雪阳。姐姐，我不要嫁给世子了，我们换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个世子妃我不当了，让给你。这是大婚那日，难道我重生了？二小姐，先前分明是你吵着要嫁给世子的，大小姐已经让你一次了，怎的现在上了花轿，你又后悔了？本小姐说话，哪轮到一个贱丫头插嘴？妹妹为何要换嫁？当然是我好心，想把世子妃之位让给你，放着世子不嫁，要嫁一个庶子。庶子怎么了？说不定将来他能封侯拜相呢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嫁给世子？当然愿意，那可是世子妃之位。既然妹妹这么好心，
那便换吧。看来他并不知道上一世发生的事。果然，只有我重生。原来你也重生。你敢打我！既已换嫁，那我便是世子妃。有些规矩自然是要教你的。以后我的人，你不准动。来人，把嫁妆一并换了，世子妃的牌面不能少。不准动，这是我的。要换嫁还是要嫁妆，你自己选。嫁妆而已，都给了你又如何？妹妹，你以为换嫁就能改变一切？姐姐，你以为这世子妃那么好当啊？既然老天让我重来一回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委曲求全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既已换嫁，又占了预知先机，这次谁也斗不过我。诰命夫人只能是我，从此命途所向，自我锋芒。老太君撑腰，弄死你这个世子妃也并非难事。我的世子妃姐姐呀，听闻处子汉可做药引，对世子爷的身体大有裨益，劳烦姐姐了。世子那一房可是龙潭虎穴，姐姐你就好好享受吧。重活一次，哪怕前面荆棘满途，我也要闯一闯。并蒂连入郡王府，双喜临门。我替老太君长家，特意来给二位新娘添福，请二位结履上金莲。果然和上一世一样。心腹走金莲摔倒了怎么办？我来抱你。芊芊，我受过的苦，你也要原原本本经历一遭。世子妃为何还不走？是要让老太君来请我？会没事儿。十彩金莲，十全十美。
怎么还不走？难道要让老太君来请吗？这世子可是出了名的纨绔，昨日又去找了那武姬，一夜未归呢。哎，新婚第一天就闹这出，这世子妃可不好当啊！等着瞧吧。姐姐呀，世子等会儿不会将那外室带来吧？我可真是心疼姐姐，还没入门呢，就要被人看笑话了。望义世子刚教完你规矩，又忘了，刚才那巴掌还疼吗？内子无意冒犯，在下替夫人道歉，还望世子妃莫要怪罪。堂弟既如此说，那便好好教教他规矩。吉时已到。今日两对新人喜结连理，世子为何不在？世子来了。陆君行，你竟然为了个武姬，连郡王府的颜面都不顾了吗？我身为世子，却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何颜面？混账！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分得清孰轻孰重吗？我从来没有答应会娶她。若觉得丢了颜面，大可以现在就回江家。倒是月儿，她今日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让这婚仪变丧礼。世子果然还是如此荒唐。上一世大婚，他害我成为全余城的笑柄。姐姐，这次该轮到你了。我可以救月儿姑娘。就凭你？我这儿有颗御赐的金丹，能治百病。那是我的陪嫁，姐姐你换了我的嫁妆。这是世子妃的陪嫁。若拜了堂，这些便一并入了世子府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若有你只守我，三声吹着，豁然星河，跨越千山万水的沟壑，刺破心魔，守我缘分去勾勒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是给世子多一个选择，何来威胁？那你想要什么？自然是世子妃之位。我不仅要和你拜堂成亲，我还要你一个承诺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本世子谈条件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月儿姑娘的性命就在您手里，孰轻孰重，就看世子如何选了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但你若敢骗我，我定要了你的命。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妹妹，你
你只看到我前世诰命家风，风光无限，所以选陆良。殊不知，他功成名就的背后，是不为人知的代价。世子也太过分了，大婚之夜竟还去找那个外室，留小姐一个人独守空房。那不正好？我现在有钱有地位，还不用讨好男人，这才叫痛快。小姐，我觉得你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以前你总说要顾全大局，受了委屈也不说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委屈自己了。我要为自己而活。累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是，明日一早要进香，小姐也早点休息吧。春梅，能再次见到你，真好。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咱们不是天天见面吗？快回去吧。是。上一世，铁姨娘以外男入室，设计毁我名声，幸亏我及时跳窗，才得以逃脱。那边怎么有个黑影过去了？快随我去看看。田姨娘算手的世子不在，果然要顾及丑事。我的好姐姐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？谁？夜闯世子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田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看到有个男人朝世子妃房间去了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，我有点担心。世子不满这桩婚事，根本不会去圆房，此刻应该正陪着那舞姬呢吧？深更半夜竟有旁人去了世子妃房间，走吧，一起去看看。守住门窗，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小贼敢偷到世子头上来。哟，我还以为是府里进贼了，没想到是世子妃在偷人。姐姐自幼养在乡下，她定是怕今夜不能跟世子同房惹人笑话，所以才一时糊涂。她怕人笑话，我郡王府就不怕被人笑话？江雪莹，还不快让床上的狗男人滚下来！世子在此，你们谁敢放肆？哼！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赶紧给田姨娘道歉，求她别告诉祖母，否则你是要被沉塘的。来人，绑着这奸夫淫妇去见老太君！真的是世子！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世子怎么会在这儿？萧雪莹，你对世子做了什么？我与世子房中情趣，岂容你一个妾室智慧？田姨娘，你刚刚说谁是奸夫，谁是淫妇啊？我不知道是世子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我与世子的洞房，你说闯就闯，真当自己是当家主母了？夫君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自会罚他们的。世子，天儿知道错了。明明看到黑衣人进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在？我说黑衣人怎么凭空消失了？难不成是藏这儿了？
妹妹啊，今夜也是你的洞房夜，你却来此，到底意欲何为？雨儿只是担心姐姐。明知世子在床上，还想靠近他的床榻，是存了什么脏心思？不是，雨儿本是好心，怕姐姐屋里真的进了贼。闹这么大动静，你们一个好心，一个误会，就想糊弄过去？该怎么做，我刚刚教过你们。刚要绑我扯帘子时，力气可是不小的，现在没力气了。世子觉得你们打得太轻了，让你们护法。妹妹下不去手啊。左右今晚这个规矩我是要立的。既然下不去手，那就让田姨娘先来扇你。这一世，世子怎么会在他房间里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田姐姐，田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对你动手的。滚！姓姜的没一个好东西。田姐姐，我姐姐在家就嚣张跋扈，对我说打就打，我也是心疼田姐姐。虽然你有老太君护着，但她毕竟是世子妃。世子妃，她也得当个稳才行。现在这郡王府还是我掌家呢。你这悍妇，还不快给我解开！你在做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与我无关啊，我为何要帮你？给我多来2个人，有人通报这里进了贼。江湖救个急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若不是悍妇，恐怕此时已经被他们沉塘了。不过世子你不是在陪着你的外室吗？我好心来见你救了玉儿，你倒好，恩将仇报是吧？那咱俩扯平了。世子，请回吧。扯平？怎么扯平？你刚刚让我在众人面前如此丢脸，这怎么算？你拜堂时的所作所为，我以为世子不要脸面呢。你这个女人，还真是牙尖嘴利啊！自然是比不上月儿姑娘公良温顺。世子，好走不送。哎呀，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？难道你今晚要留宿在这儿吗，世子啊？我不该在这儿睡吗？不过像你这样的悍妇，本世子没兴趣。世子，金丹能救命不假，但月儿姑娘的病来得蹊跷，世子好生留意。窗户果然是被封死的，看来这一次
田姨娘要害我不假，江雨儿也趁机动了手脚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姐姐院中出了点事儿，我去瞧瞧。你看，我的脸还受伤了。你我春宵一夜，我在此等了你这么久，你居然去隔壁院子看热闹。那毕竟是我的姐姐嘛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啊。让夫君独守空房，是我的不对。世子妃没事吧？啊，老奴莽撞冲撞了世子妃，还请世子妃恕罪。无妨，世子妃快请进，老太君在等您进香呢。孙喜给祖母请安，愿祖母万福金安。心腹先进香吧。嗯。香火断了，是断子绝孙的征兆。啊！这么晦气啊！不然就休了吧。如此不吉之人，望老太君与世子休亲。昨晚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，这回我可管不了了。不劳世子出手。如此拙劣的手段，也敢当众算计我？刘嬷嬷，今日我来祠堂前，只接触过你。哎呦，世子妃没事吧？世子妃，你可不要冤枉老奴啊！老奴可什么都没做。你故意撞到我，趁机在我身上抹了灵粉，如此一来，我一点香便制造出所谓断子绝孙的不祥之兆。只是你忘了，你这手上还有残留的灵粉。我冤枉，冤枉！你这老奴！老太君，再不进香，马上过了吉时了。雪莹啊，先进香吧，其他的事情晚些时候再处理。
这是祖宗弃血而诉啊！陆家先祖再次警示：世子妃为不祥之人。到底是祖宗之意，还是人为陷害，尚未可知。陆姐姐刚刚上香是意外，如今又作何解释啊？不然，祖先为何会一直流血泪啊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亲自问一问陆家的列祖列宗，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是11吧？来，过来，帮我拿一下脚杯好吗？嗯。给，谢谢你，去玩吧。还望祖宗明示，雪莹今日身陷困境，是否遭人恶意陷害？一拼一突乃圣杯之象，已为神灵认可。莫非你真是遭人冤枉了？老太君笃信神灵，那我便也假借神意，用这脚杯脱身。脚杯连掷3次，都是一正一反，神意昭然。祖宗在上，已为雪莹明辨冤屈了。多谢陆家先辈为雪莹做主。原来如此，上香你动手脚害我，牌位流血，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流血也是人为？祖母，有人将血包封在白蜡之中，涂抹在这牌位之上。祠堂烛火常燃，白蜡受热融化，这才导致牌位流血的假象。他说的没错，这牌位上的确有蜡。你为何要陷害我？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刘嬷嬷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怎能做出这种事？我错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求老太君饶命啊！来人，将这刁奴拖下去，杖责50，赶出郡王府，卖给牙婆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老太君，刘嬷嬷是田姨娘院里的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才歪。祖母，这府中的家风得扶正一下。你连自己院里的人都管不好，再次思过，未满12时辰，再罚你3个月的月俸。再有下次，我就收回你的掌家权。老太君，祖母小心啊！掌家权，这倒是提醒我了。与其处处被动受制于人，不如自己当家做主。老太君，我是冤枉的。你倒是不笨啊，还知道利用11手上的糖浆在脚杯上做手脚。师子要是把这股聪明劲儿放在正事儿上，也不至于一直被人称为纨绔。十一，今日谢谢你啊！太祖母说了，你是父亲的妻子，是我的母亲。11有母亲了。好孩子。只感谢11。
11，小心台阶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世子刚刚还想休妻呢。你进府不过区2日，便生出这么多事端，我倒是好奇，你这悍妇身上还有什么惊喜？世子想找乐子，去找冷月姑娘便是，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成亲的人，你让我许你一个承诺，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时机未到，不便告知世子。哼，你这么能耐，那想必明日归宁也用不上我了。世子一诺千金，当然不能浪费在这种小事上。娘子，我身份虽不及兄长显贵，但这次归宁，我会保你风风光光的。夫君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姐姐，今日回门怎么不见世子啊？呀，哎，我给忘了，世子一早就去找那位月儿姑娘了。妹妹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不当讲就别讲。我的好姐姐，希望待会儿回了江家，你还能笑得出来。走吧。世子，这是我为您新学的舞蹈，世子可喜欢？你前些日子中毒，身体才刚好，别那么累。只要世子喜欢，月儿便欢喜。月儿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你若拿性命作赌，下次我也未必能及时救你。那日并非我本意，我只是害怕世子娶妻之后就不要我了。我知晓，所以我才买了这里送给你。以后五方便是你的倚仗，你不用再感到任何的不安。世子要把五房送给我？你四处转转，看喜不喜欢。世子为何将五方送给冷月姑娘？纨绔世子一掷千金，为了个女人开设五方，这样的名头才不会引人注意。将我们的人都安插在这儿，以后通过五方联络。是。我好歹是世子妃，父亲这是何意？
是我让着姐姐，她才有了世子妃之位。可她仗势欺人，借机打我、辱我，对妹妹动辄打骂，让外人看出你们姐妹不和，看我们江家笑话。你就是这么做姐姐的？父亲怎么不问问，妹妹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！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怕是都忘了你姓江。哼，谁敢打我母亲？哎呦，原来是陆小公子啊！可是世子也来了。你知道爹爹没来，所以才敢欺负我母亲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这里呀，是你母亲的家，怎么会有人欺负她呢？母亲，你告诉我一盏茶后进来，我可来得及时。非常及时。那母亲可别忘了要奖励我哦。自然是不会忘的。好了好了，想必雪莹也不是故意的。今日孩子们归宁是大喜的日子，快进屋吧。你看这翡翠镯子，哎呦，你看这白玉棋子，一看就贵重。很不错，你们用心了。爹娘，这些东西平日里可不常见的，夫君是费了些心思的。岳父岳母喜欢便好，能娶到雨儿是我的福气。哎呀，哼，归宁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世子也不来，你是怎么伺候世子的？娘，别说这些。姐姐毕竟是世子妃，光有世子妃的名头有什么用啊？这女子啊，有丈夫疼才是真的。你看陆良，满心满眼啊，都是你。确实，妹妹与妹夫恩爱有加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若不是当初你执意要还家，你现在的夫君可是你姐夫呢，妹妹该不会是忘了吧？不错。父亲，世子今日有公务要忙，虽然不能陪女儿归宁，但也送来了归宁礼。春梅。江大人，世子特地准备的夜光杯，请您笑纳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套夜光杯光泽柔和内敛，实在是罕见至极呀！世子有心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陆郎，陆郎，奴家好想你啊！你看这镯子，一瞧就是祖母绿、帝王绿的呢。我女儿就是有本事。父亲，女儿有要事需要处理，先失陪了。世子都不陪她回门，她竟然还笑得出来。就是。哎，姑爷出去许久，这是去哪儿了？
若不是当初你执意要还家，你现在的夫君可是你姐夫呢。这个贱人，他不会起了别的心思吧？哎，这谁让你来的？公子，几日不见，奴家真的太想你了，便去了郡王府做婢女。奴家再也不想饱受相思之苦了。听话，听话，现在你先回去，我晚上再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公子又要骗奴家了吗？还是你的新婚妻子能有我这般会伺候公子？不行，这里是江府，会被发现。他们都在席上，是不会发现的。小狼蹄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妹妹，我劝你不要过去。现在知道拦着我了，你做那些苟且之事时有没有想过我呀？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，石头在别人心里；你若捅破了，这石头便在你心里了。贱人，滚开！怎么会是这样？奸夫淫妇！不是，奸夫淫妇！别打！一个婢女，你同她计较什么？这般善妒，怎配得上正妻之位？你竟为了一个婢女这么对我，你竟为了一个贱婢这么对我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堂弟啊，今日归宁，你竟在江家做出这种事情，传出去让妹妹颜面何在啊？奸之混账！娘！这个女人我没认错的话，是雪莹你带来的吧？是你搞的鬼，江雪莹，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夫妻恩爱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离间我们，对不对？按妹妹的说法，是我让你夫君管不住自己，我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与人苟且。你别吵了，陆良，今日之事，你必须给我江家一个交代。岳父大人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还请您不要插手。看你选的好夫君！哼！哎呀！陆良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今日做出这种龌龊事，连个交代都不肯给我，你将我置于何地呀？交代？你大庭广众之下撒泼犯浑，丢尽我的脸面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这个家现在还是我做主，你再敢忤逆我试试！你不是一直想见到陆良吗？眼下就有一个机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精心挑选的夫君，可是有不少惊喜等着你呢。上一世，从未听说陆良有过外室，这一世，怎么就哪都不一样了？哟，
雪儿妹妹今日不是风光回门吗？怎么看起来这般失魂落魄？还不是因为江雪莹。行了，哭有什么用？你现在要么去讨好陆良，把他拴住，要么就想想法子怎么对付江雪莹。我哪有什么法子呀？连田姐姐你都被他害的，是为了……我那是轻敌小瞧了他。田姐姐，我好心提醒一下呀，今日回门，他是带着小少爷一起去的。什么？他把小十一带回你们江家了？十一虽不是姐姐亲生的，但从小养在你这儿，今天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，听着跟亲母子似的。我这个姐姐呀，惯是会拿捏人心的。贱女人，我倒是该给她点厉害瞧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请世子践行诺言。这回时机到了。我要郡王府的掌家权。掌家权在祖母手上，你找错人了。世子只需要配合就好，祖母那儿我自会想办法的。我本以为你只是想要一个世子妃的位置，没想到你野心不小啊。世子妃的头衔于我而言只是暂时有用，世子放心，1年之后我自愿与世子和离。和离？哎呀，你费尽心思得到了世子妃的位置，当真舍得？我与世子并无感情，我知强扭的瓜不甜，世子也不亏。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定当全力相助。你帮我？陆家家底虽深厚，你整日流连五方，不务正业，以后这基业怕是守不住的。我守不住基业？你想和离是吧？好，现在就立字据，到时候你想反悔都不行。哼，江雪阳，你还真是有备而来啊！男人靠不住，有备无患。印都盖好了。父亲，今日是我莽撞了，只是因为太在意你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要不要来尝一下？父亲，不要生气了，奴家给你台阶好不好？
君帮帮我嘛！夫君，怎么还给奴家准备了礼物啊？小浪蹄子，花样可真多，就让你见识见识为夫的18般武艺。老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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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您救救十一吧！十一怎么了？昨天夜里，十一突然昏迷不醒，请了郎中也查不出病因，怕是中邪了。求您恩准，请大师前来瞧瞧吧。这，快，找大师来！是，找大师，找大师。大师，怎么了？府中有人沾染罪孽，怨气冲天，这才乱了少爷的命格。啊，大师，此人是……这位夫人岂是杀孽太重，恶鬼缠身，怨念迟迟未消。大师，何有破局之法？孽障，还不跪下！我为了十一可以隐忍，但不代表我要任你欺辱。来人！此女断断不能再留。此女断断不能再留，否则郡王府必遭天谴，厄运不断。我自嫁入世子府，未曾有半分违背家族纲常，却要遭受如此刁难。祖母，您当真要听信他人妄言吗？老太君，您看看十一吧，你忍心用十一的性命和整个陆家冒险吗？哗众取宠，一派胡言！
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祖母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您怎能任由他们把府上搞得这么乌烟瘴气？先前是田儿不懂事，惹恼了世子妃，可十一还只是个孩子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他吧。田姨娘所言，倒像是我故意要加害十一了。是田儿的错，田儿知错了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如何？雪莹，十一虽说不是你亲生的，但她好歹也唤你一声母亲，你愿意为她去道观求福保平安吗？世子妃的头衔再尊贵，于陆家而言，终究不过一个外人罢了。既是祖母的意思，雪莹去便是。江雪阳，你平时那牙尖嘴利的劲儿去哪儿了？这个时候你听话了。十一唤我一声母亲，我自当为她的安危着想。我相信，假的真不了，既不亏欠，也更无惧。姐姐，道观清苦，此去可要多保重啊。妹妹，还是先操心一下自己吧。江雪莹，你猖狂不了多久，此番你定是有去无回。世子爷，今日精武坊开张，月儿姑娘让我请您过去。啊，九月已经带着贺礼过去了，帮我转告月儿，我今日有事，改日再去。祖母，您还真让江雪莹去道观？前几天呢，还因为冷月在这跟我闹。这才几日啊，就中意雪莹了？人我没兴趣，但事儿要分对错呀。我不管是不是他的错，事关十一，我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。田姨娘说的对，我不能拿十一的性命和陆家的尊荣去冒险。是，但祖母。姑娘，这是世子让九月送来的礼品。世子只说有事就不来了。是，听闻世子妃出事了。过就会醒吗？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十一，十一，他死了！
他果然给11下药陷害江玄阳，可只有迷药怎么够啊？他死了，戏才够劲儿。大师，大师，救命啊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不是说那药只会让人昏迷几时吗？可是你为什么会没了气息？你说话呀！我给你钱让你配合我做戏，你到底给我的是什么药？江雪阳，怎么是你？世子，你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但我没想到你竟能狠下心对一个孩子下手。我给他下的是迷药，我没想害死他。你有什么话，回去跟祖母解释吧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老太君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是江雪阳，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。还敢狡辩！若不是雪莹发现的早，11早就没命了。竟给孩子下这种毒，若是发现的晚，就算有命也会痴傻。你可有把握？信我。谢谢。先别急着谢，罪魁祸首还没找到。你是有了什么主意？世子可愿配合我？天一娘，你擅妒成性，设计陷害我，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惜谋害陆氏子嗣。老太君，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没有下毒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，您饶了我吧。还有11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他。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你根本不配提11，若不是被我发现，你还打算对他做什么？都是因为你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过。好大的胆子！行刺世子妃，罪加一等，鞭笞50，收回掌家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庄子上自生自灭，任何人都不能救济。不是我，老太君，走，不是我，老太君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不穿外衣啊？你大半夜进我房间，还质问我为何不穿外衣啊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关心你还有错了？你还跑进来了，你给我出！你是来给我送药的？不然呢？祠堂还有田姨娘的事情，多谢了。你这个人看起来玩世不恭，品行倒不赖。那是，本世子一贯行侠仗义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哦，那你可真厉害啊！你耳朵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被我夸红的。哪来那么多话呀？上药。
别走，别走。有件事我想拜托你，十一呢？以后就交你抚养了。十一的生母是？十一是我在战场上捡的遗孤，我视她如己出。田姨娘是祖母找来照顾她的，为了方便，所以安排在我房中，就给了个姨娘的名头。放心，我会善待十一的。姐姐，姐姐，二妹妹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快，就离开这儿。江雪怡那个贱人，等我回去了，我定要将她碎尸万段。姐姐这副样子，还真是让人心疼。只是，这郡王府，你怕是回不去了。什么意思？若你回去喊冤，让他们重新翻案，知道我才是给陆十一下毒的人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是你毒害了我的十一，是你！原以为你能彻底把江雪莹赶出府，等陆十一死了，我再顺势除掉你，一箭双雕。可谁成想你这么不争气！你怎能如此害我？为什么？上一世，你仗着有老太婆撑腰，欺我、辱我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使劲叫，使劲叫得越大声，我就越爱听。如今我只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你，你怎么就受不了了？上一世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上一世？我要去找老太君，我要告诉他们，一切都是你做的。现在我们两清了，得罪过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